Welcome这里。今天我给大家介绍坐火车进藏一路上会看到什么美景。都说坐上火车去拉萨是最浪漫的旅行，而青藏铁路又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景观之路。北起青海西宁，西至西藏拉萨，沿途会经过青海湖、察尔汗盐湖、昆仑山、可可西里、唐古拉山、藏北草原、那曲，最后到达我们的终点西藏拉萨。全程1956公里，可以从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重庆、成都等城市乘坐火车直达拉萨。如果所在城市没有直达拉萨的火车，可以先前往西宁，再从西宁转乘火车到拉萨。火车进藏的绝大多数风景都在格尔木之后，但不是所有进藏列车都能看到美景。想最大限度看见这些景色，尽量选择傍晚到拉萨的车次。接下来我们将开始出发，来到起点城市西宁，海拔2250米。在这里修整补给好以后，正式开启极致的火车进藏旅行。随着青藏铁路向前行进，来到第一个打卡点青海湖，海拔3196米，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湖，也是我国最大的咸水湖。7月是青海最美的时候，环湖数千亩油菜花竞相开放，成群的牛羊卷入其中，是无数人一生必去的地方。接着我们要翻过前面的关角山隧道后，进入柴达木盆地，沿着青藏铁路继续前进，下一站德令哈。海拔2980米，因孩子的一首《姐姐，今夜我在德令哈》而被赋予现代诗城“浪漫之都”的城市。离开德令哈，我们将继续前进。在青藏铁路的两侧出现了2个一大一小、一咸一淡的湖泊，被称为情人湖。小的叫可鲁克湖，海拔2814米，是淡水湖；大的叫托素湖，海拔2810米，是咸水湖。由于水分补充小，湖水的蒸发量大，水中含盐量增高，所以成为了咸水湖。离开可鲁克湖与托素湖，我们继续前进，调转方向后抵达察尔汗盐湖，海拔2670米。察尔汗盐湖地处柴达木盆地的南部，是我国最大、世界第2大盐湖。放眼望去，浩瀚的湖面犹如一面巨大的宝镜，镶嵌在柴达木盆地上，倒映着世间万物，成为这片沧桑大地上的一颗璀璨明珠。离开察尔汗盐湖，我们继续前进，下一站抵达格尔木，海拔2780米。从格尔木开始，旅程将渐入佳境，从盆地到雪山，从戈壁到草原，从草原到湖泊，一路的景色让您目不暇接。离开格尔木继续前行，接下来将抵达昆仑山，被称为万山之祖，是我国古代神话与武侠小说中的神山。而昆仑山脉最高的那座雪山便是玉珠峰，海拔6178米，山顶终年积雪不化，山脚下则是万年冰川。同时，玉珠峰也是国家登山队训练基地，业余登山爱好者的天堂。翻过昆仑山后，火车将正式驶入可可西里，海拔平均4600米，是我国4大无人区之一，被称为生命的禁区，同时也是野生动物的天堂。随后我们将抵达三江源自然保护区，万里长江的源头沱沱河，千万条水流交织汇聚。接下来我们将要翻越青藏线上的最高点，海拔5321米的唐古拉山口，这里也是最容易高反的第一个点。翻过唐古拉山后，我们就进入了藏北草原，海拔4500米，是我国海拔最高、最大的天然牧场。继续前行，来到西藏的神湖错那湖，海拔4650米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淡水湖。每年藏历新年都会有藏族人民来这里转山、转水、转神湖。离开错那湖，就到了那曲站，停车6分钟的时间。那曲是第3个最容易出现高反的一个点，海拔4500米，也是到达拉萨的前一个站。继续前行，念经唐古拉山便出现在我们的眼前，海拔7162米，山顶积雪终年不化。山的后面就是西藏的圣湖纳木错，与不远处的念经唐古拉山遥相呼应，宛如一块巨大的蓝宝石。离开纳木错，我们沿着青藏铁路继续前行，历经20多个小时，跨越1956公里，终于抵达我们本次行程的终点拉萨。海拔3650米，是一个缺氧但不缺信仰的地方。布达拉宫是拉萨的地标性建筑，也是50元人民币的取景地，吸引着无数人不远万里奔赴拉萨，只为一睹苍穹之下。红山上的布达拉宫，西藏是指一眼便让人心动，来一次便魂牵梦萦的地方。最后告诉大家，进藏火车的火车票很难购买，但我们旅行社有专人负责采买，还可以选择上下铺，欢迎在后台咨询我们。Yesterday， 我是卓玛。Bad Tourism 是一家专门接待全球游客进藏旅游的西藏当地旅行社。如果您想去西藏旅游，请通过微信2030-19436或邮箱卓玛tour@gmail.com与我联系。